Hello， 我是小金。上次我们讲了一个阿嬷，她在深山里面遇到了红衣小女孩摩西娜，把她引领带到了一个连一般人都很难走到的河岸边。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点开这支影片来看看哦。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是国外的摩西娜，她突然从丛林里面飘了出来，被一个马拉松跑者给遇到，而且整个过程也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这名跑者他叫做凯伯莱斯，他本身是一位艺术总监，也是设计师。不过他从小就非常喜欢骑坡，不断前进，上上下下，中间还要穿越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路的竹林地带，还要涉水越溪而过，或是跑在紧邻陡峭山壁的小路上。这个比赛必须在36个小时内跑完5趟，总共100英里，也就是160多公里。从白天跑到黑夜，再顶着烈日继续跑下去，号称是全世界最困难的超马之一。这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比赛。伯莱斯当时就是跑到第4趟的时候，因为脚受伤而不得不放弃比赛。事后，他看了一下朋友所帮他拍下的动态照片档，没想到竟然看到一个诡异的人士从丛林里头默默地飘出来。我们再看一次，这位像是摩西娜的突然在丛林里面冒出来，看起来像是包着斗篷披风，全身和脸部都是诡异的灰黑色，看起来好像是怒目，直直地瞪着伯莱斯。但是伯莱斯因为山路崎岖难行啊，只专心注意看路，压根没有发现左边有冒出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当时跑者都是顺时针在跑，并不会有人跑反方向的。那伯莱斯看到的会不会是游客呢？其实呢，伯莱斯说了，那个时间点还很早，应该游客还没有出现才对。难道说他真的是看到了摩西娜吗？其实，在夏威夷有这样的传说，伯莱斯看到的可能是被称为夜行者的战士鬼魂。据说他们是悬浮在空中，通常在黑夜的时候担任国王或酋长的先锋部队。但如果是要护送濒临死亡的亲人通往灵界，也可能会在白天的时候现身。但是你要听仔细咯，在夏威夷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是看到了夜行者，或是看到了国王或酋长神圣的身体，那你就必须要面临死亡的惩罚了。夜行战士的眼睛就会冒出强光烈焰，喷向凡人。如果想要保命的话，就是要脱衣趴在地上，脸朝下，才能够逃过一劫。不过，这也让人想起欧胡岛民间传说的另外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它的名字叫做考佩，或者翻译为考普。考佩被认为是一种狼人，但也有一说考佩是一种超自然的狗人。而传说中的考佩身形很巨大，有着锋利的牙齿和爪子，还能够模仿受伤或垂死人的声音，借由这种方式把人给召唤骗过来。相传考佩曾经绑架过一名酋长的儿子，带到欧胡岛。后来是酋长靠着他学来的咒语和祈祷文，才解救了儿子。父子2人后来合力结束了考佩的生命。不过伯莱斯所遇到的，我觉得也可能是夏威夷传说中的矮人族梅内胡恩人。梅内胡恩人肤色比较深，大概只有3英尺高。他们远离人群，住在森林里头比较隐秘的地方。但是他们不像考佩那么恐怖，还会抓人吃人。梅内胡恩人最让人觉得厉害的就是他们很会建造盖东西。在考爱岛，梅内胡恩人已经会搭建沟渠，像这个奇奇奥拉沟渠，居然是已经用整修过的石块去堆叠搭盖建造的灌溉渠道。还有阿莱科科鱼塘，传说也是梅内胡恩人一个个传递石块所建造出来的。但是相传他们的工程都是在1个夜晚完成的。如果在天亮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工，或是被人类看到他们的工程就会停摆卡住。
传说当时的公主和她的王子弟弟两个人偷偷跑去看梅内湖恩人建造鱼塘，结果看着看着睡着了。等到天亮的时候，被梅内湖恩人给发现了，就把公主姐弟两人变成了石柱。梅内湖恩人也因为工作中断，所以鱼塘的围墙还留下了2个缺口。当然，这些缺口呢，也已经被后人做填补了。话说回来，如果博莱斯遇到的是梅内湖恩人，那可能感觉不会这么阴森恐怖。但是如果是遇到了考佩或者夜行者战士，那就真的会有点毛毛的。不过也有人说，他应该只是看到了在山区正在交易的毒贩走出来，刚好被他拍到了。但是有的人则是不太开心了，那就是夏威夷的居民了。他们觉得博莱斯根本就是造假这样的影像。但是呢，博莱斯已经否认有这样的情形喽。不知道你认为是哪一种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哦。也欢迎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好友。今天就聊到这了，咱们下次见，拜拜。